Hello，各位观众老爷，新年快乐！这里是雨辰本，欢迎收看本期视频。希望新的一年里屏幕前的各位朋友都可以心想事成，身体健康，财源广进。那如各位所见，我们今年的第一期视频就直接来了一套重量级产品，来自神话次元的4款追日和追月狼，当然也就是超4和超5的布罗利。那因为这次我们要拍摄的这几个是来自工厂的测试样品，大货的包装盒还处于收尾阶段，所以这次我们就来直接先看内容。首先我们来看第一款，也就是普通版本的超4布罗利。在龙珠英雄的邪恶龙任务中，布罗利在黑焰圣龙的帮助下第一次变成了这个形态。造型方面，布罗利是在超4的基础上还保留了传超没有瞳孔并且肌肉膨胀的特征。不得不说，布罗利和超4的这个造型适配度还是很高的，把两种狂野融合到一起，这个效果属实是不错。然后面雕这次每款都是附带6张，超4是附带了严肃脸、微笑脸、怒吼脸，然后还有3种表现不同的狞笑脸。身高方面，对比一般的 SHF 体型依旧是十分夸张，而对比之前的超赛布罗利，则是可以通过肩膀的高度明显的看出这次的超4是高了一截。而再看正面，更是可以看出这次超4的肌肉明显是要比之前的壮了一大圈，在胸肌以及腰部的两侧最为明显。然后细节方面，这次肌肉的质感，我个人感觉是要比之前的版本舒服了不少。胸肌的阴影涂装过渡的很自然，并且胳膊以及背部的肌肉也都上了阴影涂装。然后这次布罗利的裙摆也是进行了优化，这一点还是蛮惊喜的，整体是比原版的加长了一些，并且整体的质感更是提升了很多。下一款我们来看超4界限突破，也就是俗称的撕破布罗利。这个形态第一次是登场于龙珠英雄的宇宙创成篇。那对比普通超4，这个撕破是把头发换成了黑红渐变，并且在头发、毛发、裙摆还有鞋子上都新增了珠光涂装，用来还原动画中的爆气效果。而撕破的面雕就和上一款超4的没有区别了，只是把眉毛和鬓角调整为了适配的颜色。然后再下一款，我们来看这个黑暗布罗利。这个造型第一次登场是在龙珠英雄的黑暗帝国篇，融合了暗黑龙珠之后，布罗利的头发变得更加爆炸，肤色变黑，毛色也从鲜红变成了暗红色，裙摆和裤子增加了战损。然后面雕首先是附带2张黑暗帝国的面具，分别是一张完整版还有一张破损版，然后则是常规的微笑脸和怒吼脸，以及2张新规的邪笑脸。然后细节和涂装方面，这款做的也很不错，胸口的暗黑龙珠采用了独立的透明分件，并且在末端增加了黑色渐变，而裙摆的尾部也同样新增了渐变，层次感处理的非常不错。那最后一个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超5布罗利。有一说一，超5布罗利这个同人形象真的是唤醒我的童年回忆了。我还记得在小学的时候就看过很多超5布罗利的同人图，这白毛加黑皮的反差配色也属于是很经典了。裙摆和裤子则是采用了黑暗布罗利的同款战损，可惜这个超5的长发就和之前超3一样了这个只能用支架支撑，并且把玩不是很方便。那超5的面雕首先是3张常规的严肃脸、微笑脸和怒吼脸，然后就是3张新规的狞笑脸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配件，首先是手型，那前3款手型的配置都是一样的，分别附带了一对开掌手、有无插装的2对龙爪手以及一对血迹手。而超5则是把血迹手替换为了同人图中的一个经典手势。然后特效首先是这个能量球，上面的光线部分需要自行组装。超4和撕破附带的是绿色版本，黑暗布罗利是红色，超5则是蓝色。安装就直接连接手型即可。然后再来看这个重头戏体积巨大的嘴炮特效件，把它立起来直接跟布罗利一边高了，只能说这个确实夸张。然后这个特效底部还内置了灯组，装好电池就可以通过旁边的开关进行点亮，搭配起来这个效果还是非常霸气的。然后来看一下可动，首先头部低头幅度非常不错，下巴可以碰到胸口，但是因为后发的限制，这个抬头还有左右侧摆幅度就弱了一点。而头发前面2根可以自由摆动，后面2片也有一段抬起的可动。黑暗布罗利前面2根区别不大，后发的可动则是会高一点，而超5前面这2根可动幅度会大一点。
后面则是和之前超3一样分为2段。然后胸腹可动就和之前差不多了，后仰比较不错，但弯腰还是差了一点。左右侧摆则是常规水平，手臂平抬90度，大臂平转360度，曲肘90度，腿部前踢90度，大腿可以平转，侧踢90度，屈膝90度，脚不可动，依旧是常规水平。最后尾巴可以前后左右的自由摆动。好，那么最后再来总结一下，这次神话次元的超4、超5部落利，整体来说进步还是很明显的，在造型和涂装细节上都优秀了不少，并且新规的几个面雕也有进步。相对来说，短板就在于可动了，希望后面产品可以把可动设计再优化一下。好，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要结束了，这里是雨辰北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